旧局连环，重心非在聚，而在散。他在下一盘覆盖全城的大棋，用9种不同的煞局，养出某种东西，或者复活某种东西。九局城失仙线，失仙是什么？会将赤道工地，本月第3次塌方。又塌了。陈老板，你得看看这个。下雨天不打折。要买什么？不是买东西，我今天去废弃纺织厂做田野调查，拍到了一些东西。哪儿拍的？永昌纺织厂，而且不止这个，附近的流浪狗全跑了。工地守夜的老刘说，连着3晚听见铁链拖地声，但什么人都没有。永昌厂1992年农历7月，在我这儿订过36套寿衣，说是工伤，同年10月又订了49套。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那地方不干净，你该报警报警，该回家回家。阿四，西郊地起乱了。宋爷，您都退休了。退休了，眼睛没瞎。我路过隧道工地，他们挖穿山脉，把一条引龙拦腰截断。龙头在纺织厂后山，龙尾在当年的乱葬岗。便在龙气逆冲，煞往实处走。你们在说什么？龙气，煞。姑娘，你相机里拍到的可能不是人，是跟着地煞走的东西。而且今晚是庚子日，子时风雨，水旺生杀，那些东西恐怕要活过来了。就是这个声音，守夜人说的铁链声。宋爷，您罗盘还能用吗？煞气已成局，不去破局，天亮前要出事。破局？你们真要去？等等，我应该通知。说什么？闹僵尸？走吧，不是你要研究民俗吗？现场教学。看为水气冲天，但厂区属金，金生水，水反淹金，这里成了金沉水底的困局，活人困则病亡，死人困则则什么？走，起身走路。傻眼，在那里。湘西沉舟符，我看过图片，这是赶尸用的引路符。湘西的秘书怎么会在这儿？用着脚跳，真是僵尸。可湘西赶尸不是把客死异乡的人带回家？怎么会？1步3尺3，这是标准的行尸步。可赶尸匠通常只带3、5具，这脚印太多了，而且没有活人脚印。赶尸匠呢？要进去吗？记住，憋气可暂避尸诀，但对付成局的煞，得找到因果线。他们没动。不是没动，是被控。
看丝线走向，这不是赶尸，这世界尸不现。有人在用这些尸体布一个风水局。是黑狗血混同油，这是镇煞改运的邪法血线千机，可用尸体做活装，太损阴德了。找到了，若地脉截断，龙气溃散，可用49之术活装引杀，血线为络，将魁龙之气强行导入水源，可化杀为财。这是失传的引杀旺财邪术。我明白了。隧道截断龙脉，溃散的龙沙本该冲毁附近村庄，但有人利用这里当年工伤横死的工人尸体，他们本就含冤，又葬在龙首。用赶尸术把尸体移到这儿，布下血线千机局，把龙沙导入地下水脉，再引到某处旺财。所以僵尸不是要咬人，他们是这个局的零件。但不这种局，需集高深的赶尸匠和风水师合作。时正中，水煞极盛，尸体被杀气冲得要醒了。一旦他们脱离丝线控制，就会凭本能追寻火气。让我们快拆丝线。不行，丝线现在是唯一控制，拆了他们立刻暴走。得找到局眼，那个把杀气导走的出口。放金属金，金生水，所有丝线汇聚于此，下面必如水道。这些是导引符，杀气被引入水，流向东南方。东南方是新建的龙腾度假山庄。上个月开业，生意火爆的邪乎。什么温泉？那是被龙沙污染的傻水，泡久了轻则大病，重则癫狂。布局的人把杀气引到那儿，假称龙脉温泉招财，这是害命敛财。他们要醒了，怎么办？水杀局需以火得之物断气流转，但寻常火没用，得是阳火。我有土炸药，可威力太大。油助火势。宋老师，如果把油倒进井里，再用炸药引爆，不行，炸了井，水沙会瞬间爆开。不对，你们看井壁符文，这是单向导引。如果我们在井口制造足够的阳火反向冲杀，就能把已经导走的杀气逼回来，反冲布局者。但需要极旺的阳火，今晚雨夜哪来阳火？这些丝线经过黑狗血和桐油，黑狗血本是镇杀，但混了桐油就成了可燃的阴油。如果我们点燃丝线，火焰会顺着丝线烧遍全网，形成火网。火网属阳，而尸体被丝线控制，相当于阴被阳腐。可丝线连着尸体，烧起来尸体不也？现在烧掉丝线和尸体，是让他们真正安息，不是当别人的工具。没时间了，李婉，你去把油倒进井里。苏爷，你算好最佳点火位置，我去布线引火。就是现在，东南角第3根柱子下，那是全网气门。好了，
结束了。这些亡魂可以真正安息了。至于下游那个度假山庄，明天应该会上新闻。你们看这个，庚午年，不这个局的赶尸蒋信吾，他为什么？可能是为财，可能是被迫。干这行的很多最后都不得善终。龙脉已断，但杀气暂消。不过，既然有人能布这种局，就说明那些老东西还没被忘记。下次可能就不是纺织厂了。下次我还跟你们来。先把这次的事儿编个像样的说法吧，不然警察来了没法交代。等等，那个守夜人听到的铁链声到底是什么？不是铁链，是这个。赶尸匠用机器零件代替传统法器，真是现代化呀！第一实验中学为迎接100年校庆，启动校园翻修工程。旧教学楼将在春节前拆除，新楼预计今年秋季投入使用。昨日在挖设景观湖时，意外出土一批清代青砖，刻有特殊。你们看这个。哦，施工挖到老东西呗，正常。这纹样不是装饰，你看这里文昌锁院阁，这是把文气与怨气强行锁在一起的风水阵法。是陈老板吗？有人让我把这个给您。谁让你送的？一个穿着旧长衫的老爷爷在校门口给我的，他说只有您能看懂。还有，我们学校最近出了怪事。什么怪事？老教学楼晚上会有读书声，但背的是《礼记》《谭公下丧礼篇》，还有翻修工地每晚都出现尸脚印，从新挖的湖坑一直延伸到百年槐树下。文曲星暗，丧门星现，学校本就是文昌地，若被人动了手脚，文气转煞气，比寻常兄弟更厉3分。是那个。去看看，姑娘带路。嗯。必须按期注水，校庆前湖景一定要完成。周校长，这坑真的邪门，每晚自己渗出黑水，还有味道，像铁锈混着就熟。土色发黑，带腥气，这不是自然渗水，是地气。地下有怨物，阴气凝结成水渗出。那里。这是清代科举落地生的典型院士，难道这下面埋的是？落地书生？不对，若是寻常落地生，怨气不会成局，除非是集体性的冤死，且与这书院直接相关。你们是哪个部门的？学校正在施工，闲人免进。我们是民俗文化保护协会的，听说挖到古物，来看看周校长这书院，清末出过什么事吗？能有什么事？100年名校人才辈出。倒是有个野史传闻，光绪年间，本地有10名童生在此备考，因被人举报劫盗谋逆，全部被抓，后来都死在狱中了。但那是封建时代的冤案，跟我们现代学校有什么关系？10名童生，实在风水里是满数，若含冤而死，怨气可互通。再加上这槐树，槐者木鬼，最易聚阴。如果有人故意把他们埋在槐树下，再用文昌锁院阁镇住，那会怎样？文气养怨魂，100年不散。
现在挖开虎坑，破了阵物，那些东西要借文气还魂了。葬言者，葬也！又来了，每晚都是这时候。葬言者，葬也！为什么要在学校背这个？因为对他们来说，科举落地如同文葬，10年苦读一朝埋葬，他们是在为自己诵葬经。那是他们的愿之物，快退！这是什么？是那10个童生的怨念。不对，如果只是自然形成的怨灵，不会这么整齐的显形。这是被人养出来的，就像上次的僵尸一样，是某个局的一部分。是那个老爷爷。又被算计了，这坏术，这些冤灵都是摆好的棋，但局已经触发了，不破。这些怨灵会吸收学校的文气、学生的求知欲、考试压力，这些精神能量都会喂给他们。功名无望，魂气文昌，他们在与槐树共生，要变成地缚灵了。必须斩断他们与槐树与这片地的联系，但文煞最麻烦，用巫火会烧毁学校文脉，用阴法又压不住百年怨气。他们是科举冤魂，执念是功名无望。要是我们能补，给他们一个名分呢？什么意思？如果我们能以现代学校的名义，给他们一个名誉学位，了却他们百年执念，然后趁他们执念松动时，用文火烧掉怨之物，送他们真正安息。但需要3样东西：一纸正式文书，以防校长印信，还有一个引渡人。我不行。你是最好的沟通桥梁。我配合，只要能让学校恢复正常。另外，你查校史，编一份正式的光绪年间童生追授荣誉学位文书，格式要古雅。周校长去取你的校长印章和朱砂印泥。阿四，准备文火材料。有了，我有晒干的泽兰草、蜂蜡，还有从旧祠堂收来的文昌等等心。自有清光绪年间，本书院童生10人，勤学笃志，品行端方，虽遭时日不济，蒙冤而虐，然其向学之心可昭日月。今特追授荣誉学士之位，入祀校史，以慰英灵。以现任校长之血为引，承续书院香火。姑娘，记住，你不是去驱鬼，是去送信，把他们当成一群迷路百年的学长。各位学长，你们的冤屈，百年后的学弟学妹们知道了。现在学校愿意追授你们应得的名誉，请安息吧。明正了，就是现在。蓝膏文火，焚纸不焚魂，烧掉他们的执念物，送他们上路。不散，这不是自然形成的局，是有人故意把怨灵困在这里当养料。这槐树是养怨桩。看镜子边缘有刻字，一文养煞，9局连环。又是他，他把这些怨灵当种子。
养在这里吸收百年文气，成熟后恐怕要用来做更可怕的局。停下来！你们已经得到名分了，不要被这面镜子控制，应该有选择自己道路的自由。静后有。镜子是阵眼，但镜子嵌在槐树里，强行破坏会引爆所有怨气。等等，这书签的纹路和八卦镜边缘的纹路是互补的，书签是钥匙。可镜子在树干里，怎么用钥匙？也许不需要我们动手。学长们，你们自己来结束这一切，好吗？回去，回到树林，回家。9局连环，这已经是第2个局了。纺织厂是金沉水底，这里是文沙养源。如果真有9个这样的局，那这个姓吴的是在下一盘覆盖全城的大旗，用9种不同的煞局养出某种东西，或者唤醒某种东西。那个老爷爷给我书签时还说了句话，告诉姓陈的，这才刚刚开始。9局成尸仙现，尸仙是什么？我在古籍里见过这个词，是解仙的一种写法，据说是以极阴之地养尸100年，再集9种极致煞气灌注，可让尸体退凡成仙。当然，是邪仙。所以他要找9个属性不同的极阴兄弟，布下9个煞局，吸收9种煞气，最终灌注到一具主尸身上。纺织厂是水煞，学校是文煞，还差7种：火煞、木煞、金煞、土煞，还有更罕见的情煞、异煞、冰煞。这些煞在现代城市里都能找到对应地点，比如异煞、废弃的医院、隔离楼；冰煞、老武器库或发生过恶性案件的地方。那我们怎么办？他既然主动留下线索挑衅，说明局已经布得差不多了。我们要在他9局成之前找到剩下的局，一个个破掉。还要查清这个吴到底是谁，为什么要练尸仙？他又出现了。让他看，下次见面就不会只是隔空下棋了。各位，今天的事我该对外就说挖到古墓做了场法事。至于学校，我建议你在槐树园只立一块丝学碑，正面刻校训，背面刻那10个童生的名字，让他们真正成为校史的一部分，文气自会平和。一定照办，一定。他们真的安息了吗？至少，他们最后是自己选择的。温水2局已破，比我想得快。陈老四的孙子果然没丢祖辈的手艺，还有宋家的堪舆术传人，那个小丫头也不错。但你们破得越快，
越说明我选对了视线的容器。9局杀气反冲时，那具百年不腐的主尸才会真正醒来。再等等，就快成了。到时候我们就能永远在一起了。新娘的项链，坠子是半枚玉环，这纹路和铜铃上的云纹是同一系列。仁济医院当年是教会医院，治霍乱和天花出名。但1948年，也就是他们结婚第2年，医院爆发一场怪病，半月内死了37人，包括所有医护人员。不止照片，还有这个仁济医院产权转让书，1948年12月，转让方吴清源，受让方圣心教会。备注：以妻入葬医院停尸房为条件，换取永久封存此地。他把自己妻子葬在了医院的停尸房，为什么？也许是不想让他离开。我查过，当年那场瘟疫，死者按规定要集中火化，但赶尸匠的规矩，自己的亲人一定要亲自带回家乡土葬。所以他用了最极端的方法，买下医院，把妻子封存在停尸房，然后永久封闭这里。受关注的城市之光公寓项目今日取得突破性进展。开发商宣布，位于老城区核心地段的仁济医院旧址将于3日后启动拆除工作，这里将建成我市第1高楼。3天，吴清源布了70年的局，要被挖出来了。但为什么是伊莎？他妻子死于瘟疫，他应该最恨这个。除非他不是在养伊莎，而是在治疫。赶尸匠除了赶尸，还有一门绝学镇疫。国师大意，若有尸变风险，须赶尸匠以特殊法门将疫气封于尸身，埋入极阴地，等疫气自然消散。所以他把妻子葬在停尸房，可能是在镇住当年那场瘟疫的最后源头。那就更要去了。如果大庄记挖开的是个还没治好的疫煞源头，你们查得很快，但这次别破我的局。吴师傅，你妻子已经……她没死，当年瘟疫，她染的是活尸症，心跳停，呼吸无，但3魂未散，气魄被困在将死未死之间。我用祖传的锁魂玉锁住她最后一口气，将她置于停尸房极阴之地，借地气滋养那缕生机。70年，还差最后3年，他就能行。所以你布的9局，不是为了炼尸仙？尸仙那是我放出的幌子，9局连环，吸收9种杀气，最终要在仁济医院汇聚。不是为了成仙，是为了逆阴阳，续人命。你疯了！9煞逆冲确实可能短暂冲开阴阳界限，但那股力量会失控，到时候不止你妻子，整个医院的异煞尸群都会复活。那是37具带100年义气的尸首。所以，我需要你们别插手。让我完成最后一步。3天后子时，9煞汇聚之后，我会带着他离开，
永远消失。那37个无辜的死者呢？还有，开发商3天后就要动工，你的局等不到此时。什么？不可能！我买通了规划局的人，这里应该是永久保留地。你买通的那位局长上周被双规了，新上任的局长大力推动城市建设。70年，只差3年，那就提前。今晚你们帮我，或别挡路。吴师傅，有没有第3种可能？我们来帮你妻子真正安息，也阻止异杀爆发。带你们去看看他吧，看了，你们就能明白。左边第3间，原儿科病房。当年死在这里的孩子，我用槐木钉封住门，墙上画了安魂咒。右边是手术室，死去的医生护士，我用手术刀摆了个镇煞阵。这些阵法都在压制义气外泄。吴师傅，你这70年其实一直在治这里。他在里面。这是八脉续命阵，以8具基因尸身为阵眼，抽取其阴气，通过血线灌注主阵之人。但这是逆天邪术，被抽阴气的尸身会永不超生。他们本就死于疫病，魂魄早散。我借他们尸身一用，有何不可？这8具就是当年死在这里的8个医护人员，他们身上的义气最烈，正好用来冲生死关。所以外面那些被你封印的病房，其实是在养着8具镇眼师。等9煞汇聚，8世的异煞之气就会通过红线冲入你妻子体内，强行唤醒她。啊，对，9煞中异煞最烈，也最活。它本质是一种活着的兵器，用活煞冲死关，才有生机。那里有字。不可能！你明明还有气。吴师傅，你被骗了，不是他还有气，是这锁魂玉和长明灯加上你的执念，造出了一个他还活着的假象。你看他指甲。我不信，70年，我每天来跟你说话，他明明是您在跟自己说话。吴师傅，您看看这个房间，像不像一个赶尸匠为自己造的坟？教主，他们在夜间施工，打桩机提前动了。不对，这震动不是来自地面，是地下。8具镇眼师被惊动了。提前惊动，8世的异
空涌出，直接灌入他体内，他会变成真正的异煞尸王，到时候第一个咬的就是你。怎么办？现在重新封印8间病房来不及了。8式异煞同源，意识动，气势皆动，除非我们能找到一个中转点，把8股异煞引导到别处，而不是全部冲进主阵。这些血线，不就是现成的管道吗？对，血线是导引煞气的。如果我们能在这里设一个泄煞口，把8股异煞引过来，然后不汇入他体内，而是直接导入地下深处。导入地下需要极阴的引子。当年医院的化粪池和排污道在最底层，那里积攒了70年的病气死气，本身就是个天然煞坑。如果把异煞导入那里，但怎么导？血线的终点是他心口的玉佩，该终点。以我之血重续血线，我是布阵人，我可为阵眼。吴师傅，你要替他承受8股异煞。我欠他的，也欠外面那37个人的。70年，我困住了他们，也困住了自己。今天该结束了。在我脚下，开些煞口，通往下水道。去找工具，凿开地板。水泥太厚了，用这个破土水我配的砖化水泥。这小子，你爷爷，这首歌是我师兄。什么？当年他劝我放手，我的事不用你管。我不听。我们打了一架，我胜了，却也输了。他是不是再没提过我？爷爷只说他有个师弟，走了一条回不了头的路。临终前，他留给我一句话：见到你吴师叔，告诉他，师兄在下面等他喝酒。师兄还是比我看得开。就是现在，把煞气导入。八煞归阴，无入阳身。以我为桥，渡尔等入无间。把他我烧在一起，骨灰撒回湘西老家那条我们第一次见的小河。所回已碎，执念散了。异煞入心，没救了。
但他最后确实把八股杀气都导走了，外面的尸群应该平静了。是上面的打桩机打到主结构了，这里要塌！带上他妻子，快走！你们看，屋顶点，快走，快点！也好，一切都埋了，那些缢杀师，那些过往，都埋了。按他说的做吧。他们终于一起回家了。可是吴师傅说的9局，还有7个，他死了，那些局，他留下了这个3、9杀。若势不可为，教育师兄后人，9局连环，忠心非在聚，而在散，9杀于斯也，或可赎我罪孽万亿。所以他的真正目的最后动摇了，他想让我们把剩下的7局杀气安全的散掉，而不是汇聚。也许他看到打桩机，看到时代真的变了，他的执着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，所以他选择了托付。奇怪，爆料人明明说大楼有诡异红光啊，怎么什么都没有？该走了，不然又要编故事了。7个局，下一个是什么？城东百年陶瓷厂将改建文创园区，工人挖掘时发现大量无主骨灰坛。屠杀，聚阴坛，看来没时间休息了。3日后，吴清源夫妇的骨灰由陈阿寺秘密带往湘西。同日，城市之光项目因发现不明污染源被无限期暂停。而城东陶瓷厂的工地上，第一个打开的骨灰坛里渗出了暗红色的、仿佛有生命的泥土。